都不吃啊？哎，我说，这鞠躬祈福这种话他也能写，还真把咱们给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还得是咱们祖宗，血缘关系隔代亲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是吧？他根本就没信。那他为什么把咱们放出来了？对呀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二师与沈家如何，我既不真切了，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反正他没信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呢？就是啊。自从我们来到永安之后，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，错误都在谁。对不起妈，我错了，我有责任。拜祖宗这事儿呢，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全都赖我吧。你要我说，我觉得这责任最大的，那就是阿吉。怎么就赖上我了？怎么不赖你？撒一个谎，你用100个谎去圆，是你倒反天罡说你是祖宗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没话说了吧？而且追究根源，我觉得更赖他。你说，要不是你拉着我们拍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能来这儿吗？我现在还在家睡大头觉，我能来永安吗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这跟我拍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写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脚本，讲的不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穿越回古代给老祖宗做菜吃吗？对啊，做的那个叫什么？泉水羊肉。泉水羊肉。啊，姑姑写的脚本不就是穿越吗？哎，阿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那个脚本还写了什么？姑姑脚本里写了，我们一家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诅咒，最后在月圆之夜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就回到了现代。仔细想想，目前的剧情，好像真的跟我脚本写的大差不差。那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咱们就按照阿季的脚本继续演下去。月圆之夜做一盆泉水羊肉给祖宗吃了，咱不就能回去了吗？哎，可是祖宗现在对咱们的怀疑越来越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稳住他，不然等不到月圆，我们就被嘎了。这还怎么稳呢？难不成真让你突破底线和亲去啊？别瞎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瞎说，等我们全都走了，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人嘛，一顿饭一顿饭喂下去，那感情就容易吃出来了。这祖宗天天吃的，跟牢饭似的。那咱给他做点好的，他吃高兴了，不就好说话了？郎君若不亲自确认当年崔氏案的卷宗，是不会安心的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去，可是大理寺守备森严，我不敢去，那就只能叮嘱郎君万事小心。甚好。哎，郎君，没我保护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啊！大晚上腌个肉而已，我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爷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作甚？少爷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
我就是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尹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哎，我答应你回去，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我！你那边的人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啊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去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。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这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他怎么会要跟我们回家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他前段时间还以为咱们是他的冒牌亲戚呢，他怎么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？啊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希望是我误会了。您别说，真不愧是咱们的祖宗，神通广大，什么都知道。不是吧？这多一个人回去，这多一张嘴吃饭呢。你说咱们回去啥也没有，这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养得起他呀？那毕竟是咱们的祖宗啊！你说祖宗都开口了，咱们做后代的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。你倒是挺孝顺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那饭馆都快倒闭了，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孝敬人家呢？你要想孝敬也行，毕竟是你们家祖宗嘛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咱们先穿回去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穿回来。如果真能穿回来，那咱就接祖宗。大概率咱是穿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穿梭它不可逆向，到时候咱穿不回来，就接不了祖宗，接不了祖宗，那祖宗也没法找咱们理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怪不到咱头上呢。你们说呢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他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收场却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是为了麻痹你？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，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
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到时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交给我呀。我也不想害人呐，可是我得保护我们家郎君啊！我要好好保护他。阿哥，哎呀，你醒醒！你醒！我这有点下不去手啊！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啊！哎呦！吸血了！你流血了！这都是骗人的！根本就打不晕啊！什么人？这次违反宵禁，追！贡菜，你醒醒！贡菜，贡菜，什么情况？林燕，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我随人向云水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吧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啊！但你记住，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妈素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市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，违反宵禁是重罪？知道，但是少尹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尹，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安利夜巡还遇上这桩事，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行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她一个小娘子，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
就按律，以前相属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尹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我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尹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儿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探子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来，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，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，胡汉通商，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。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姑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、我阿姨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，我娘、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出了一道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吧。林爷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啊。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，是在下误会诸位了。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，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认。
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呀呀，对不住哎呀呀呀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套，别搞这套啊！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我知道，可以了。哎呀，起来，行了，先起来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在这暂住一段时间，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，来，少爷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，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哎呀，吃，洋来，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组好好吃。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脑子。哎，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哎，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们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帮我刷完了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青阳的小吃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颖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。哎，你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，
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它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少爷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赢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安然在啊，此局出仆，我不会赢得那么轻松。太无聊了。这都是阿爷第几次提起林燕了？我看，他才是阿爷的亲儿子。阿爷为他取名为燕，取名字都从了我们兄弟的偏旁。改名，让他认祖归宗算了。要是他真是我亲儿子，那还倒好了。你给安然送的信呢？阿爷下令，安敢不从？信估计这会儿就到了。郎君，郎君，这是赵王殿下从素水城写来的。那殿下不是说，自打郎君进京之后，得圣人亲眼，自当避嫌，理应减少这书信往来吗？恐怕是有什么要紧事吧。赵王殿下是要我设法接近福惠长公主，探听朝中动向。福惠长公主，就是那个驸马坠崖昏迷10余年，爱好广收禁诊的那个长公主啊。是啊，不过赵王殿下为何忽然在意起朝中动向？殿下素来心系百姓，或许他就是想在意在意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潜入大理寺，查看了当年崔家旧案的卷宗，证据做得很实。幕后主使若非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做不到这般。那咱们不就有大麻烦了吗？郎君，我观你像是对殿下一直有所保留，就连咱们翻案这事儿，你都从未向他提及过。事到如今，郎君就不想向殿下求助一下吗？当年你我从崔家出逃，流落在外，是殿下施以援手，我们才活了下来。殿下对你我都有恩，我不想有朝一日牵连到殿下。阿爷手札中提到的萧五郎，恐怕就是长公主家的那位。长公主在朝中人脉广博，又是萧五郎之妻，接近她，定会有新线索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家人呢，他们嫌弃咱们家厨房做菜太素，吃不惯，非要自己下厨。我说那哪行啊？他们一家子那么古怪，我再让他们进厨房啊，万一哪天在咱们饭菜里头下毒啊！沈娘子说的对，他们的确蠢笨，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选他们做探子。何况到如今，只有我伤他们，他们确实未曾有半点对不住我。
那我还用盯着他们吗？不用。他们的米豆腐做得很正。往后厨房就随他们用吧，你也去多采买些食材回来。哇，好香啊！肥瘦相间的小羊羔，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，汤清肉烂，香气四溢，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盆完美的泉水羊肉。完美是肯定没有那么完美了，为啥？但是我可以证明啊，这绝对是你们老爸能做得出来最好吃的泉水羊肉了。想要更好吃，绝对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老婆你能不能偶尔也夸我一句？行了行了，快你们尝尝尝尝，都尝尝都尝尝。完美的，完美的，老爸最棒。真的吗？来，奶奶给你加一个啊。来，所以我们只要在月圆的时候，用这盆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在啦。大概率是这样，没错。但离月圆之夜还有好几天，要不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搞钱怎么样？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金首饰还有泱泱的长命锁，不是都带过来了吗？那我们在这赚的钱换成金子，也能带回去了。绝对可以。这样，那咱们明天继续做煎饼果。耶！咱一抹余晖在眉宇，风一摇摆，云下绚丽。听一次响动就一醒，真情或只可回忆。朦胧是你，清晰是你，无力叹息，月下见你影。欲言还休，情不自已，可否前路皆相望，莫相依。误以为眼间皆冷冰，偏让暮色染红耳鬓。连屏气凝息也不尽，识破我捂热的心。笑声是你，逻辑是你，含蓄将你揽进生命里。犹疑不定，真心难弃，世俗轨迹何能让我放弃？当灯佛向你乱了思绪，坏我沉溺，我竟还是他为假期。心一动，是风吹开了最新的涟漪，是谦虚缠落的藏匿，攒够了一生因你而去，百里佳期，要流浪的心今后归来故里，遥遥不可及的靠近，要生死更替，只有我们不错不已。也许情分恰恰任意，但爱永远会补给我们相惜相惜。攒够了一生因你而去，百里佳期，要流浪的心从此归故里，遥遥不可及却还刚靠近，要生死更替之你，不错不疑。